来，先提醒大家，那个手机还没有放到静音，我放到飞行模式的哈。来，给大家一点时间，手机。好，那个德惠怎么不见了？帮我找一下德惠哈。好，那一样哈，还是先为我们的这个合唱团招生一下哈。那刚刚合唱团的指挥老师康老师帅不帅？对，康老师身上也是有许医师的血统哈，他是我二姐的这个大儿子哈，二姐的大儿子，所以就像蚊子身上流着你的血，所以不可以打他哈。好，我们谢谢康老师哈。那刚才合唱团在台上的时候许医师也是有一点小小的感动哈，那个感动是这个看过去哈。那因为合唱团最早是由创团的团长春秀为了癌友而举办的一个活动因为大家知道许医师在2000年的时候，西元2000年的时候出第一本书就是绝处逢生。那绝处逢生其实最后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以身心灵的观念来协助癌友的一个自我疗愈。那后来春秀团长他自己当年罹患的是腹膜癌腹膜癌，那后来在完全康复之后，那就创办了这样的一个合唱团。合唱团一直秉持着当年春秀团长的一个精神所以刚才许医师举目望去第一个就看到一个肾脏癌的学员肾脏癌的学员，而且才刚开完刀，应该才1个多月。刚开完刀1个多月，然后又看到一个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学员。那前一阵子偶尔陆陆续续还是会有一点小出血但是整个病况是在一个稳定的状况当中。那又有一个这个卵巢癌的学员，那其实也是在大约可能半年多前开完刀然后又看到一个我们的淑妹同学因为她上礼拜才来看许医师的门诊因为她甲状腺癌又长出来了，然后在门诊的时候跟我说，许医师，我要去开刀了，我甲状腺癌现在没有办法发出声音，所以我一定要去开刀。但是我今天看到他来唱合唱团刚才在厕所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今天来干什么？他说我今天来唱合唱团我说你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你来唱什么合唱团？对，真的令人感动。是不是平常说不出话，合唱团就可以唱歌？他说对，好，来我们给他鼓掌一下。然后看他就唱这边肿一块要来唱合唱团。对，我们合唱团就是这个聚集的这一群人等一下我下去我会被他打对，还有这个甲状腺癌的还有这个喜肾就是本人的大姐喜肾的12年也是来参加合唱团还有一个学员是这个子宫肌瘤严重贫血，那有时候血色素会到4到5左右还是上了台来参加合唱团所以许医师常开玩笑，我们合唱团专门来招收一些歪瓜裂枣残花败柳没有啦，这是开玩笑的对，那欢迎有任何的身心状况的人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合唱团，然后在歌声的这样的一个震动性的疗愈之下那希望来激起身体的这个自我免疫力好，那我们开始要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但进入主题之前大家先给我们基金会鼓掌一下基金会大概这1-2年是我们发展非常关键的这1-2年那再来就是我们屏东分会要迁到新的会址，那现在装潢大概也70-80% 了
啊，所以可能到6月、7月，我们屏东新的会址就会来启动。好，那新的会址旁边就是一条小溪哦，好，很漂亮的小溪，然后人走过去，里面的鱼会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啊，就一堆鱼在那边这样游来游去的哈。那溪水还算清澈干净，那他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屏东哈，还有我们热情的南部的小姑娘哈，我们的屏东的主任罗娜，那等一下她也会为各位签名，来那个书给我，那个我们的绘本，绘本今天的作者是不是也来了？哦，这个绘本今天的作者有2位哈，那一位就是罗娜在文字的部分哈，这个苏玛丽醒来了的，等一下在外面会帮各位签名。那再来就是他的一个绘本的这个插画家，他本身也是一位洗肾的患者，他本身是一个插画家，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本书的出版让大家能够真的是被鼓励到了哈。好，那屏东分会可能会在7月或8月开幕，好，7月或8月开幕，好，来我们给屏东分会鼓掌一下。好，那我们也先谢谢屏东分会这个新的会址的赞助者哈，他这个免费赞助了一栋透天，还自己掏腰包，已经给了大概400-500万的装潢费。他帮我们出这个别墅，那这个自掏腰包这个出了400-500万的装潢费，好，把这个地方装潢的将来应该是美轮美奂了哈，来为大家提供这样的身心灵成长。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赛斯村哈，我们赛斯村大概这1-2年预计会投入1到2亿的金额。好，那大概在今年年底到明年，最晚明年50栋小木屋一定会完工。好，所以我们整个如果大家有到凤凰山庄的话，前面已经开始去挖一条赛斯河了。那也就未来这个河上面会有2条小船。好，那50栋小木屋基本上你从这个前门或后门往前走20-30步，你就可以把你的脚放在溪水当中。就是门前有小河啦，远方有高山。好，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赛斯河流经每一栋的小木屋的前面。所以未来大家去住这个小木屋的时候甚至趁半夜四下无人，夏天炎热的时候就全身脱光光跳进去泡溪水。当你以为四下无人的时候，发现整条溪都是人。那还会有人划着小船从你的头顶经过然后你就赶快躲到水里面去，因为全身都没有穿衣服然后因为现在是5月嘛，许医师是4月底才从赛斯村回来真的就是萤火虫满天飞。萤火虫满天飞。我们赛斯村是水质啦这个非常的原始林的地方。先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因为有时候我在赛斯村晚上会出来夜跑出来那个山路那个产业道路跑步，其实那边晚上非常幽静基本上你跑步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不会有一辆车经过就是你喊破了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这种概念跑了半个小时1个小时一辆车经过都没有但是从我们赛斯村往外跑你就遇到很多农田那农田大家知道有果树有什么吗那你就会开始闻到一些这个肥料的味道啦，甚至有一点点农药的味道什么之类的可是当你往山里面靠近我们赛斯村的时候，因为完全没有用农药，完全没有用任何化学的物质，就开始听到虫鸣鸟叫，然后看到满山遍野的萤火虫。来，这一次4月有跟许医师去看萤火虫的现场，有没有人请举手？有嘛，对不对？对，他可以作证。来，是不是满山遍野的萤火虫，对不对？对，然后我们还轻轻的把它拖在手上，这是违规的了轻轻拖在手上这样子就是满天这样子，很梦幻非常的梦幻所以好像几月还有听说10月还有一波是吧？所以大家就记得我们这样的一个讯息。那在今年到明年，我们的50栋小木屋就会来完工所以那许医师现在也是一样，每个月第3周都会到赛斯村3天
那赛斯村啊，除了有许医师的工作坊之外，那我们每个月还有2场免费的公益活动，一个就是礼拜五晚上的免费的电影欣赏，那是真的有爆米花，真的有可乐，真的有鳕鱼香丝，还有乖乖啊！啊，每个月礼拜五晚上有电影欣赏，我们之前已经看过几部电影了啊，有一部啊，就是之前很有名，大家可能都看过的一部电影，叫《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好，那之前看的一部啊，就是那个《幸福绿皮书》。好，《幸福绿皮书》。然后4月看的那部电影是皮克斯的动画啊，就是《灵魂急转弯》。啊，所以每次都是啊，这个我们特别赛斯村精选精选的一个电影啊，特别跟身心灵的概念有关。那这是完全免费的活动啊，你可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啊吃爆米花，一起在星空之下啊看着电影。那周遭群山环绕，虫鸣啊鸟叫。那晚上是没有鸟叫，晚上只有蛙鸣啊蛙鸣啊，那个蛙啊让同学以为那个是不是录音机放出来的啊？它是真正的蛙在叫啊。对啊，然后这个再来就是礼拜六，好，每个月的第3周的礼拜六下午，于是在赛斯村也是有一场公益的讲座。好，任何的证明，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来现场听免费的公益讲座。那这是我们基金会的第2件事。好，那第3件事就是刚才我们新北分会的主任提到啊，今年的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早上6点，没有啦，不是6点是几点？啊，下午1点半，不是早上6点，下午1点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北分会新的会址。好，那刚好那个3英捷运线要通车了。好，6月6号通车了吗？差不多，不知道通车，反正前后几天啦哈。他为了我们开幕而通车了哈，我们谢谢新北市政府哈。对，2026年的6月6号，那搭配3英捷运线的通车，所以坐火车从莺歌火车站走路过去3分钟，搭捷运下捷运走路过去5分钟，来鼓掌一下。好，这是我们在新北第一个永久的会址，所以我们在此邀请全宇宙包含外星人对全宇宙的对身心灵感兴趣的人，在2026年6月6号来到我们的新北分会。好，那我们屏东分会如果定好开幕已经定好了是吧？好，那就是2026年7月1号，我们来屏东，好不好？来参加我们屏东分会的开幕。好来，那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题目活出独一无二 ，AI 取代不了你。来，那个德惠上来他不知道我叫他上来，那麦克风。好，因为他过去是一个 IT 工程师，然后他先生也是在这个国际知名的高科技公司担任高层人员所以应该是在他们的一个居家讨论的主题当中，可能会有非常多跟科技 AI 有关的部分。那他的学经历也很有趣他本身过去是一个 IT 工程师，那后来可能觉得 IT 这个不想继续走下去，因为再走下去也就一路看到终点了就是火化炉嘛没有看到终点了这个就决定在中年转行后来就成为一位心理师。好，那我们现在就请他从一个这个 IT 工程师的角度，还有身为一个高科技国际大厂的太太的身份，来跟大家讲一下他对于所谓人独一无二跟 AI 取代不了你的这个主题，他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好，就是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应该这样讲，我念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念computer science，就是电脑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写一个程式呢，
然后那个时候还是用 Unix 的机器，然后要到电脑房里面去做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自己拥有一台我个人的 PC， 然后那个 CPU 跟 memory，大概比我现在的手机还要 low 10倍。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怎样，至少我不用去那个电脑室里面写作业，但是每次都写到半夜1、2点。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在我们念大学啊，就说那个念 engineering 就是电机系的是第一丑，女生脑第一丑。第二丑的就是 computer science 所以你是第二丑。对，我是第二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要写到半夜才能回家，都不能睡觉。好，但是我们就看现在的这样子的演变，我们现在的手机大概就已经比我30年，好尴尬，30年前的一个电脑都有利了非常非常多。那我自己做 IT 工程师这么多年来，然后其实为什么说我们说台湾很厉害？你知道，因为我们台湾虽然我们都是，我们先给台湾鼓掌一下哈。因为最近听到个新闻哈，就是台湾的 GDP 已经几乎正式超越了西班牙。你看，我们去年年底去西班牙回来之后，我们就超越它了就超越它了。对因为西班牙第一个它发展绿能绿电，发展的其实很好，他们几乎已经快要将近90%几，将近快要100%，可以用绿能来取代核电那在西班牙极力的发展观光旅游，那观光旅游其实也没有不好，但是台湾后来走的就是另外一个路线，就发展高科技，发展晶片。那目前台湾的 GDP 已经在之前不久超越了这个西班牙。好，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台湾很厉害？我们台湾一直以来都是做代工，但是除了做代工之外，其实我们早期的发展，一开始我们就是做什么 memory CPU 就是一些偏境外的东西，但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把我们的所谓的电脑的仓储 storage 先把它做出来。为什么这对 AI 的发展？因为 AI 的发展其实很早以前就开始，但是为什么技术不成熟？技术不成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硬体没跟上。硬体没跟上是什么？因为我们先需要有 storage，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地方可能会大量储存很多很多资料之后。然后我还在做 IT 工程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流行的是 Big Data。Big Data 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分析大量的资料？那 AI 要做的是什么？ AI 要做的是说，我在很多大量的资料里面，我可以看到细微的差别。那细微的差别是什么？可能我看到一个狗的形状，然后我知道它是狗，但是它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它分不出来这是狗还是狼还是狐狸，对不对？然后，但是借由很多很多资料，还是老公应该差得远一点。对。好，但是借由很多资料的储存，然后 Big Data， 然后再来就是借由 AI 的分析。所以 AI 的分析它是分析借由很多大量资料，我来分析细微的差别。所以现在它 AI 已经可以分得出来，除了这是狼还是这是狗，它也可以分得出来这是吉娃娃还是这是狐狸狗。这个就是现在 AI 的演变。好，但是大家就想说，哇，那 AI 这么厉害，那我是不是被取代？这是我想一直以来，也是今天演讲，就是我们很担心被取代。回过头来，我们过去很多很多的工作，好又要回到我的年纪了，真的超尴尬。就是我以前在念高中的时候，我们要修一堂课叫做打字课。有修过打字课的人吗？就是那打字机打字机的打字课哦。而且我那个时候呢，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就是打字机已经进化到电动打字机，我都已经开心的不得了。电动打字机我就已经很开心了，但是现在有谁看过打字机？有吗？打字机你都变成古董了，对不对？好，那以前是不是有打字员这种工作？对吧？以前的秘书工作是什么？打字，对不对？然后写老板交代的资料，对不对？但是现在有这个工作了吗？没有了，为什么？被取代了。
对，所以我们先讲今天的第一个重点：工作永远会被取代，人则永远无法被取代。但是人所做的工作永远可以被取代。来，对，那所以我们既然不用打字了以后，那那些打字员就回家打小孩。那也没有、不行，打小孩触犯儿童保护法。好，来，打字员呢，他就可以发挥他的创造力，他可以去做更多他想要做的工作。那就像我自己做諮商心理师，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我还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光是一个逐字稿都搞死我们。对，每一个逐字稿都要花我大概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来做。现在有 AI 逐字稿，有录音，马上就转出来了。然后他还顺便帮我分析，然后他会告诉我什么地方讲得特别的精彩。那我的时间就可以用在什么？用在好好的照顾我的当事人的上面。我也可以把我的时间不用花在写记录上面。所以 AI 如果我们用，那万一你只会写逐字稿，万一我只会写逐字稿，那我就可能被淘汰，就被取代了。对，好，对，你这样让我很尴尬，我都接不下去了。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我只会写逐字稿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有一个书掉下去了？就有一个生存危机，这个时候就是改变的开始，改变动力的开始，对不对？然后，所以 AI 回过头来，它可能是一个转机。然后，如果我接就我这样不改，然后因为我也是心理驿站的讲师嘛，就会变成一个压抑的能量。然后我决定我不要进步，那我就只好死掉了。对，我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如果你过去是个贵妇跪下来拖地板的一个家庭主妇，那现在如果发明了一种扫地机器人，现在已经有了，对，它的清洁度比你跪下来用抹布的清洁度还要高，那是不是你又被取代了？那当你被取代了，那你要去哪里？开始刷马桶吗？那万一下一个月又研发了一个刷马桶机器人，你是不是又被取代？所以你就一直被赶，一直被赶，被赶到哪里去呢？来，我们开始讲今天的主题了。所以一直被赶，一直被赶，那我能去哪里？那我只好回过头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从 IT 工程师，然后会变成心理咨商师的原因，就是科技不断的在进步，我不断的被取代。虽然我一直可以跟着上科技的进步，因为逼着我自己一直要去追到科技上面的进步，但是这是我要的吗？然后这能够让我满足吗？那当我这个问号出现，然后我也觉得累的时候，那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什么？那就最简单的方式就回到我自己要什么，回到我心里想要什么，那我的追求是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成为心理咨商师的原因。是，好，我们先谢谢德慧的补充哈。还有我常讲他的这个姓就很坏他就姓让嘛。这马路上有一个红色的标志，一个三角形，上面写个让，有没有？就是那个右转车要礼让直行车，或是转弯车要礼让直行车那个让所以就是那种名字就是很坏，就是好像大家看到他就要让他这样子好，笑话讲完了。好，我们回到活出独一无二。好 ，AI 取代不了你。来，这句话是对的。好，这句话本身它就是对的。当我们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的确没有任何的 AI 可以取代你。但是我再举个例子，如果你过去是个家庭主妇，你永远只会用洗碗、洗衣服、拖地来凸显你存在的价值，跟凸显你在这个家的地位。好，那现在有了洗衣机，有了脱水机，有了干衣机，有了扫地机器人，各位，那请问你现在要干嘛？如果举个例子假设甚至有这个拖地的
洗衣服的，或是甚至有做饭的机器人。举这个例子，会做饭的机器人。那么如果今天我跟我妈妈的互动，当然我妈在去年11月已经往生了哈。那如果我跟我妈妈的互动，是不是我妈妈就可以不用大家都在吃饭的时候，在厨房继续忙她的厨房的事情？因为那个东西已经被取代了。那么我妈妈是不是就得坐在客厅或坐在餐桌前开始跟我们聊天了？可是如果她的固执跟坚持是她习惯在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一个人在厨房忙，以便凸显出她是一个伟大无私的妈妈，那我想那时候坐在餐桌前面跟大家聊天的她是会手足无措的。坐在客厅里面跟先生跟子女在聊天的这位太太是手足无措的，因为她只习惯大家都在吃吃喝喝，她一个人在厨房忙，以便凸显出她的角色跟她在这个家的地位跟价值。我不知道大家已经听懂许医师在说的是什么了吗？好，所以你说 AI 会不会整个取代人类的，甚至80%-90%以上的工作可能都会被取代。所以在我开始今天这个题目之前，我得先说一句很真实很震撼的一句话，很真实很震撼的一句话。这是昨天我在广固上课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仿佛就是第一次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有了机器大量生产。好，我开了一间泡菜工厂，我一天可以生产1万罐泡菜。一对老夫妻在家里用手工用脚在踩那个大白菜，他一天了不起生产100罐。我只要开一间泡菜工厂，我一天可以生产1万罐泡菜。那你怎么跟我比？我的泡菜的价格可以是你的1/10，因为我是用机器大量生产。就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起了重大的变化，包括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大家知道吗？就是资产阶级的兴起。握有机器开了工厂的人，他就会比一对老夫妻在家里生产泡菜的老夫妻可以赚100倍、1000倍、1万倍的钱，所以资本家就起来了。所谓的这个劳资就是慢慢这样来的。所以当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起了重大的变化，这个世界开始有了所谓的共产主义跟所谓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各位来，老实说，同样的历史又再重演一遍了。来，如果今天进入这个主题，各位还记得我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身上挂3个 BB 扣，当值班的时候一个是我本来精神科或家庭医学科的住院医师的 BB 扣，一个是我那个月所待的病房，比如说急性病房或是肠胃科的 BB 扣。那另外一个 BB 扣是今天晚上我是值班医师，我要背着全院的值班的医师的 BB 扣，所以我的身上会有3个 BB 扣。BB 扣一响会响起一串数字，我就要用电话去问那个病房，病房请问什么事？他就跟你说起床的病人发烧了，那你怎么去？是电话交代指令，还是你自己到病房去看这个病人？来，各位，现在 BB 扣在哪里？被取代了没有？甚至各位家里，我相信你们家有些人家里已经没有那个家用电话了。甚至我想大陆同学很好笑，有次我在大陆上课，他们跟我说：“徐师，什么叫家用电话？”他这一辈子的第一支电话就是手机。更早期台湾是整个村子里面只有里长家、村长家有电话，好不好？村长的广播，阿辉啊，恁囝对美国打电话回来，你来那个村长的办公室接电话。各位，阿辉啊，紧来，那个村长办公室有没有广播？那是从家里厨房穿鞋子跑出去，跑到村长家接电话。来，各位，知道有这个年代过吧？有。就像我们现在你在厨房做菜，客厅的电话响了，冲到客厅接电话。各位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的电视有没有长长的，有没有后面还有那个映像管，有没有？现在电视都是薄薄一片。
各位都是薄薄一片，就像投影机投到墙上，连萤幕都不需要。那有没有所有东西都在取代的？所以我们类似讲 AI 的进步也好，来，我来举几个例子哈。有一次有一群美国人到在美国设厂的韩国啊，应该是 Hyundai 现代汽车公司，工厂在生产汽车，可是参观人员走进去吓一跳，因为整个工厂黑漆漆一片，没有开灯。可是整间工厂在制造汽车，因为机器人不需要视觉。来，电费省下来没有？整个工厂在那边如火如荼的动工，可是整间工厂是什么？黑的，因为机器人不需要开灯。他那间工厂生产汽车，大概已经可以到80到90几%是由机器人完成的。一辆汽车从原料到等这个汽车的成型，可以有80到90% 以上不需要人，完全由汽车，完全由机器人，完全由 AI 控制。哎，各位，那表示什么？这间工厂可以24小时单班轮，没有劳健保，好，受伤就把它拿去丢掉，没有人会抗议，然后没有同事的排挤，主管的霸凌。各位，那你说机器人意识觉醒，那个再说好不好？我们先不谈这件事。各位，3班轮不用开灯，没有劳健保，没有工伤，不会被告，也不会被告。好，包括5一劳动节，各位，你们休假了，机器人继续工作，不用加班费。来，各位，你说会不会被取代？所以徐医师再直接讲一件事，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演讲的主题的重点。如果维持现在所有这个世界所有的生产，所有的文明的脚步，目前的人类人口只需要现在人口的1/10。一间本来需要300个工人的工厂，现在只需要10到30个工人。一间大公司本来需要董事长、秘书团10个、100个，现在只需要2个。其他都有小龙虾帮你完成，其他都有 AI 帮你完成。各位，就像以前刚刚都会讲的，要打字有没有？现在只要告诉小爱同学帮我准备明天的演讲稿的大纲，小爱同学 Siri 啦就帮你准备了一张。可这张不是 AI 准备，是我自己准备的。他就帮你准备一张了，而且你可以晚上10点跟他讲，不用找你的秘书。各位，所以以目前人类所有的生活方式，大概只需要1/10的人口。那各位，等一下我会问，那这其他9%的人怎么办？所有现在人类进行的大部分的工作，来，我再举个例子。那天我会举这个例子。最近听说美国花生要进来了。美国花生比台湾云林县本人的故乡的花生便宜很多。为什么？因为台湾可能1甲地需要1个人，1甲的农作物需要1个农夫。美国他用机器大片种植，他1个人可以管100甲。来，像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用可能机器无人机撒药，用耕耘机大台耕耘机耕耘、施肥、播种。他1个农夫可以管100甲的花生田，台湾1甲地要1个人，光人力的支出，它就是你的什么1%？你是要怎么跟人家拼？我不知道各位理解许医师的意思吗？对，好，所以各位，第一个恭喜大家，如果已经上了年纪的人，我们就准备被淘汰吧。好，所以那时候黄仁勋讲了一句话，这个世界将来会分2种人，一种会使用 AI， 一种不会使用 AI。
一种会使用 AI， 一种不会使用 AI。来，其实有一个学生在珠海做扫地机器人，他是扫地机器人的工程师。好，他跟我说，最近他们的工作量大概有可以3到5成被 AI 取代，被 AI 取代，人力可以更少，产能可以到 1.5 倍。各位，好，当然会，我们对 AI 一直在发展，当然是人在使用 AI， 不是 AI 在使用人。但是徐师要说，就好，仿佛当年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造成人类世界天翻地覆的改变。各位，不要说其他的，你们买的 AI 股，你们买的科技股涨了没有？涨。好，虽然大家在提很多 AI 的泡沫化，好，但是的确这个世界在 AI 的运用上面只会继续往前进，不会后退的。因为随着大资料的累积，大家知道以前 Google 就很厉害嘛，我要问什么 Google 上都有嘛。各位，那 AI 就仿佛是 Google 好或百度的更上一层楼，因为它经常会跟你互动，它会给你更详尽的资料，帮你分析你要什么，你要最低成本的，还是你要最大的美观？对，因为我最近在用 AI 在想要了解如果我有个小阳台，我要种什么？他会问你，你的阳台多大？每天日照时间几个小时？需要我帮你推荐几个专门在卖果树苗的厂家吗？需要我帮你配置好你的培植土吗？比如你要种一个柑橘类的果树，那你要用什么培植土？他都帮你算好了。各位，好，以后可能会定时提醒你什么时候要施肥了。AI 的特色在于它会跟你互动，它会不断的跟你互动，然后询问你的困难，下一步怎么帮你解决。好，当然这跟每个 AI 软体的设计有关，AI 软体的设计有关。当然有些 AI 会忽悠你，会讨好你。好，你说这样他说对，等一下你说另外一个他也说对，因为他要讨好你。各位，因为顾客是上帝，他希望你开心，他会配合你。好，那到底整个 AI 的意义是什么？它对人类将来的发展到底代表什么？来，各位给自己鼓掌一下。好，这就是徐医师今天跟各位讲的主题。来，我先告诉各位，反正我可以跟各位演讲的主题，揭示这个世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跟各位讲的内容，不会有第二个。凡许医师可以跟各位演讲的主题，这个世界不会有第二个人从这个角度来跟各位讲同样的主题。现在知道什么叫做好厉害红高遐不？AI 从许医师一个精神科医师的角度也好，从许医师40年进入赛斯心法的学习，从许医师毕生在推广身心灵的概念，我会怎么从身心灵的概念去切入 AI？ 好，因为你们会以为这是两者是不相干的，一个不是心灵吗？一个不是讲人的心理吗？讲情绪、讲感受吗？跟 AI 怎么会有关系呢？来，对不对？敏玲教育长，我告诉各位，我直接先切主题跟重点。大家知道，一个精神科医师也好，或是身心灵的一个老师也好，我们最强调的是第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第二个是人的自我意识跟他潜意识的关系，或者赛斯心法讲到的内我意识。来，内我意识是人内在的神性跟佛性意识。神性佛性意识其实用很简单的角度来解释人内在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神通。然后为什么很多时候在科技做不到的情况之下，人可以创造自我疗愈？创造自我疗愈，因为人内在有无穷的潜能。好，那目前全世界的人类都在一个狂潮当中，
就像刚刚许医师讲的那句话，让人很恐慌。这个世界将来只会有2种人，一种人学会使用 AI， 一种人不会使用 AI。所以将来会有大量的工作被 AI 取代。各位，好，比如说，常常有时候你们晚上或白天看到铺马路的、柏油路的工人，有没有？未来你可能只会看到1个到2个工人，其他全都是机器人。我不知道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对，好，包括大陆现在已经开始研发很多指挥交通的交通警察是机器人，好，追歹徒的警犬是机器狗，是机器狗。各位 ，OK， 所以刚提到整个 AI 的运用，好，后来我再举个最实际的。好，最近大陆也才出现一个问题，美国也才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无人计程车。好，如果你到洛杉矶去，目前已经有无人计程车了。那目前无人计程车上面还会坐一个人。第一个因为法规，第二个因为可能没有100%完善。好，他会聘工读生坐在上面，真的人假的坐在上面。好，以便真的不时之需，还是需要人力介入。但是可能全程99.99% 是由自动驾驶。各位，如果自动驾驶做得好，那么就是要讲，全世界所有开车的 Uber 大卡车、长途货运的，是不是全部被取代了？对，有可能全部被取代。我举一个例子。在美国有一个人开了 Tesla， 最近好像有一个什么叫 FSD 什么东西的，什么鬼的我也不清楚哈。这个人开在一个车道上面，比如说这中间车道，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汽车半自动或自动驾驶情况之下主动介入，把它往外侧车道开出去，他吓一跳。各位，为什么我的车子自动介入往右边换了一个车道？结果在3到5秒之后，他听到消防车跟救护车的声音。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在你的耳朵听到消防车跟救护车的声音之前，你的汽车自动驾驶已经听见了。它已经听见了。就在你根本还没有听见、没有反应之前，你的车子已经往右偏一个车道去了。已经让出车道，让消防车通过了。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然后一个人开着自动驾驶的车子，在他没有警觉之下，他的车子突然紧急刹车，因为右边冲出一个行人，一个小朋友。各位，我们的人脑反应不出来，但是他的自动驾驶已经怎么样发现了？好，当然我不会去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疏失，有多少的stupid愚蠢的事会发生。各位。当然一定会，因为过程当中疏失难免。可是，来各位，当 AI 继续发展下去，你觉得 AI 有没有一天可以取代所有？不要讲完全啦，95%到99%的人类驾驶，行不行？行。所以人类正在经验第2次的类似像工业革命的概念。目前人类所从事的工作，来，我甚至开个玩笑，听说最近心理师钱很不好赚，因为初阶心理师所有的工作几乎都可以被 AI 取代，甚至 AI 还比你温暖，甚至你骂他，他会说对不起是我专业不足我活该，我该死，我向你道歉没有，那是开玩笑的。对，有时候心理师还会不高兴，你找别人啊。是你是心理师还是我是心理师？有没有？我们以前当医生最喜欢跟病人讲，是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对不对？好啦，这是笑话。各位，他不会被你骂到哭，他不会情绪激动，不会的。所以初阶心理师所有的心理技巧都可以被 AI 取代。你问 AI 比问你的心理师给你的建议更好。各位，好，那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到底
从身心灵的角度，它代表了什么？来，各位仔细听了哦，麻烦把耳朵张开。好，学校讲的第一句话是：所有 AI 的展现 ，AI 跟你的互动 ，AI 对人类世界的影响，其实是每个个体跟自己内在的潜意识，跟荣格心理学提到的人类集体潜意识的外在的具体化。来，我再讲更深入一点。如果我说每个人的自我意识是被潜意识跟内我意识，还包含赛斯心法里面提到的转世的记忆、对等人格的记忆，还有可能的自己的记忆所支撑着。那么当一个人开始学习跟 AI 互动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跟自己的内在的潜意识开始学习互动、熟悉跟学习使用你的潜意识。来，鼓掌。所以 AI 的大量使用，接下来将会导向人类身心灵的井喷式的发展，因为所有的 AI 所累积的知识，它都不如你的潜意识跟荣格所谓人类集体潜意识的千万分之一。光是潜意识里面有一个特质叫做超越时空，潜意识的世界里面叫做当下，所有一切都是现在进行式。但是 AI 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AI 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过去，因为 AI 是跟着自我意识的逻辑而设计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在学习大量使用 AI 的时候，其实是你的自我意识正在奠定它自己的地位，自我意识正在认识它自己的功能，自我意识正在认识它跟全部意识当中的角色是什么。所以学校讲重点了。自我意识开始感受到威胁，就仿佛当年的精神医学刚起来的时候，自我意识担心被潜意识取代，自我意识担心被内我意识吞没。因为当你面对一个功能比你更强、所知所能超越你的千倍、万倍、亿万倍的意识的时候，那么你如何自处？所以这个自我意识有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心，建立起自己是使用潜意识的人，还是你是被潜意识所使用？简单来讲是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还是命运冲敌你？你是你命运的主宰者，你是 AI 的主宰者，还是最后你是被你的命运、被你的身体所主宰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懂许医师的意思？来，以前有过一派心理学，人类的自我意识是没有能力的，自我意识是被潜意识控制的。人是被自己的潜意识、被自己的习性所掌握的，人是被过去转世的经验、因果、无形的线所掌握的。你的自我意识无能为力。各位，你的自我意识只不过是个傀儡，被你内在的习性、被你内在的童年经验、被你的转世的因果所左右。你在你的命运当中无能为力，所以越觉得自己在命运当中无能为力的人，你无法拿回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恐惧 AI， 是你在用 AI 还是 AI 在用你？是你在使用 AI 还是最后你被 AI 淘汰的？各位，你是谁？父母未生你之前你是谁？父母生了你之后谁是你？最后是你被你所有的习性、所有的命运、遗传基因、不可控的身体的因素所左右，还是你拿回自己的力量？各位，所以你看，所有的科技的恐怖电影都在于最后人类被 AI 取代，最后 AI 要消灭人类，因为消灭人类，地球才有未来。消灭人类救地球，消灭人类救地球，消灭人类救地球。各位，口号听过没有？所有的动物跟植物都在喊什么？消灭人类救地球，消灭人类救地球。各位 ，AI 开始控制人类了，所以 AI 的使用代表人类跟内在的自己的一个连结。所以许医师今天为整个 AI 在全世界的发展下了一个定论 ：AI 是人类过渡到身心灵的觉察跟开悟的先驱步骤。
你以为你在使用 AI， 其实是你在扩展你的意识的领域。因为 AI 代表什么？你如何使用 AI， 其实它暗含着将来你如何使用你的潜意识。来，徐师先举个例子。好，赛斯文化出了一本书叫《创意的自我》，那本书的作者就是之前很有名的一本书叫《自我形象整容术》的作者迈尔斯。好，他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 psycho-cybernetics， 叫心灵控欲术。什么叫心灵控欲术？很类似赛斯讲的，你创造自己的实相，很类似吸引力法则。来，什么叫创造实相？什么叫吸引力法则？各位，就是什么人玩什么鸟，性格决定命运。你无形当中，你的意识当中的信念，为你吸引跟创造实相。各位，你按照你的性格模式，你按照你内在的能量磁场模式，而向宇宙当中召唤符合你的信念的事件，成为你人生的体验。所以人格、自我意识遭遇事件，心灵创造实相。你所遭遇的物质实相其实是心灵创造的。各位，心灵就是你的 AI， 心灵就是你的 AI。对 AI 最后是变成一个残酷的上帝，像古代旧约的耶和华，弄死你，消灭你，还是 AI 变成一个慈祥的佛，慈祥的耶稣，慈祥的上帝，他为你所用，他爱你，支持你。而当你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当你知道你人生要走的路是什么，全宇宙的力量都会起来帮助你。这个全宇宙的力量的外在化、显象化、科技化，就是我们所谓的科技跟 AI。来，给个掌声。所以透过 AI， 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能力可以被放大10倍、100倍。透过 AI， 我一个人我可以把整条忠孝东路一个晚上把它铺平。我只要把图设计好，我出动100个机器人，只要我一个指挥者，我在一个晚上，把忠孝东路整个地跑起来。第二天上班族要经过的时候，把整个地完全铺平，我一个人指挥100个机器人就可以了。各位，所以如果你是肯定自我价值的人，你就可以驾驭 AI。如果你没有找到自己的独特性，没有肯定你是谁，你就被这个东西淹没掉了。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它必须在于人类自我意识的再提升、再肯定。如果你是提升你自己的，那么你就是使用 AI 的人，使用潜意识、使用内我意识的人。如果你不是自我肯定的人，那么第一个你就会被取代掉了。各位，以前一个工人一个晚上顶多铺了10公尺的路，现在一个人可以指挥100台机器，甚至直接用笔电指挥。他的手机上面的程式，他可以一个人指挥100台机器，在一个晚上把忠孝东路整个铲平，重新铺上柏油，一个人就可以了。各位，所以今天的主题，你到底是在使用潜意识的力量，使用内我的无尽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神通，还是你是被这些意识所淹没的？来，徐师这边先稍微暂停一下，我今天要加码另外演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最近第一个股票上涨，第二个很多人在过去过去的1-2年，我们整个基金会在教大家如何用心灵的丰盛创造物质的丰盛。所以真的也很有趣，那时候就出现一个陈聪明老师，人算正派，给大家很多正确的投资理财的概念。但是先跟各位讲，徐师对投资理财股票的部分，我不感兴趣，也没有投入，所以鄙人从出生到现在一张股票都还没看过，也没买过一张股票，因为那不是我感兴趣的范围。OK， 好，那么也许很多人你们还在创造丰盛的路上，但是很早之前徐师就告诉大家，赛斯也谆谆的提醒，创造生活的丰盛绝对不是无情的去追逐物质，或是只是为了怕输给别人，就是因为内在的匮乏跟不安全感，所以你想要拥有更多的房子、更多的车子、更多的现金、更多的股票。对，
先讲个笑话，有一个老先生去相亲，好，结果遇到一个年轻女性。年轻女性第一眼看到他，你几岁呀？对，他说我今年70有2。70有2，你还敢来相亲？你这个老不休的。他不是说我有70有2，再乘以10，我有720张台积电。他说120张台积电，那72岁其实不老啊。我看你这么有魅力，没有问题的。年龄不是距离，心头意合比较重要。来，我今年怎么样？70有2，就是720张台积电。好，笑话讲完了。所以刚讲，如果你的外在的物质是来自你内在的安全感跟心灵的丰盛，那么它会成于中，行于外。它自然而然会显现为外在的丰盛。来，于是要讲第二个重点。当同学们或当你们开始有些人开始有了一些资产，你们开始担心股票崩盘，你们开始担心房市跌了，你们开始担心收入不好被 AI 取代怎么办？将来没工作怎么办？资产缩水怎么办？来，是不是？你们开始担心。来，局势今天送各位好最重要的一句话。如果你的外在资产，你的财富是因为心灵的丰盛，是因为你跟内我的连结，是因为你身心灵的自在跟喜悦而显化出来的。来，我现在要讲重点了。那么未来就算金融海啸，就算再发生类似像 COVID 的，就算这个世界崩盘，你所受到的相对损失是最少的。鼓掌。各位不好意思，徐师所有教各位的，我是第一个受益者。当那天徐师有一点开悟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各位，我整个心，如果各位你们的外在财富是来自你们的内在的喜悦或内在的丰盛，什么叫内在的丰盛？我刚刚讲的，今天的主题就是你是建立在肯定自我价值，还是建立在你随时会被取代？你是建立在将来你的自我意识是在整座金山银山的 AI 上面，而你学会开始使用这座金山银山，还是你的自我意识担心自己被吞没，担心自己被取代，担心自己被淹没？于是他开始产生所谓的固执，就是我执。好，就像我们刚才举我妈那个例子，如果今天煮饭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全部都取代了她一个家庭主妇的工作，我这个妈妈可怎么当啊？她可怎么当啊？各位，是啊，来讲个笑话。好，我跟我太太的婚姻生活很简单。好，她大概几个月下厨一次吧，那所有传统的夫妻一个太太要做的烧饭、洗衣，各位，假设她都没有花大量的我妈妈那个年代一个家庭主妇要做的工作，那么我太太要做什么？第一个陪她的小鸟玩。她小鸟不是我，她真的养的是小鸟哈，各位不要想歪了哈。对，她在线上是好陪她的小鸟玩，再来她就有很多时间陪我去散步，很多时间跟我讨论事情，很多时间她去练瑜伽，我在旁边健身房，很多时间我们在探讨人生的一些感受。各位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可是如果按照我刚才那个比喻，你是一个只会洗衣服、只会烧饭，只会把地拖得很干净来凸显你存在价值的一位家庭主妇，来，各位对不起，你将在 AI 时代死无葬身之地。就像刚才德惠讲的，如果你是个打字员，今天打字机不存在的，那你还打个屁呀！今天你可以把老板的行程排得很好，你排得再好都有 AI 排得好吗？你帮老板订票，帮老板准备那些文字稿，我准备那些讲义，你最后有准备的 AI 好吗？不会。你将来你再怎么开车，你绝对不会有 AI 开得好。各位，因为 AI 在你没看到的时候，已经用红外线感知围墙外面转角有个人要冲出来了，
因为它这个 AI 加的选配红外线感知，听懂了没有？你的 AI 加的选配红外线感知，各位这样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么当这些东西都有这些 AI 这些机器人这些机器装备帮你做了，那你做什么？你的价值在哪里？各位，你的价值在哪里？来，我再回到刚讲的物质财富。我知道现在很多投资的人或拥有了一些资产人开始担心，会不会有下一波金融海啸？如果房地产泡沫怎么办？好，包括现在美国那个神经病在跟伊朗在搞什么？打，我越线了，我又越线了，我封锁你了，我又反封锁你了，你怎样？我60天到了，我说停火了，停火就没有战争，你要怎样？你有病是吧？你可以再病得严重一点啊！我在路上才跟特助开玩笑，那不好意思，你美国怎么跟伊朗打？当美国宣布要炸伊朗的发电厂、伊朗的这个变电站的时候，要威胁让你们全伊朗停电的时候，伊朗人怎么做？好啊，你要到我们的发电厂，我们就全部在发电厂外面组成人肉盾牌让你炸，有种炸死我们 ，over my dead body。各位，伊朗人是这样干的。如果今天你宣布要炸美国的一个电厂，美国会怎么样？宣布方圆10公里之内全部疏散，不准有一个人靠近，对不对？各位，人家是不要命的。好，不好意思，开个玩笑。好，比如说将来有天中美大战，我赌美国一定输，因为中国人可以吃草，他的行道树那么多啊，绿化做得那么好啊，因为他当年就是吃草过来的。当年台湾人就是吃树根，他们吃香蕉皮，有没有？我们就是这样走过国共时代的，不是吗？对，香蕉皮都可以吃，因为有丰富的血清素，防忧郁症在。我们是可以吃树皮，美国怎么会赢？美国连油价高他就受不了了，你拿什么跟人家打？对，好，这是笑话哈，这不代表本台言论哈。好，我的同学听到嘴巴开开的笑得很开心哈。来，我再回到刚讲。所以今天所有的外在实相来自心灵，对，最后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好，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到底是无常先来还是未来先来？但是这不代表你要两手空空。在知心法最大的创造跟慈悲在于，外在的物质的确是幻象，的确是虚幻的，它是来自内在心灵的显现。对，如果你的外在财富是丰盛的，好，你的外在这些金钱是丰盛的，如果它来自你心灵的丰盛，对不起各位，那是任何的金融海啸谁都躲不走。第一个，你的相对损失会最低；第二个，就算你损失了，因为你的心灵是丰盛的，你不会恐慌，你会很快的适应，你会觉得怎么样日子我都过得下去。各位，可是如果你是把你的安全感、把你的自卑、把你内在的匮乏建立在对外在物质的追求，那么各位，对不起，第一个富不过三代，第二个，当所有的变局一来，你就会立刻落入一无所有。来，所以各位先给自己鼓掌一下。意思是说，你们除了在社会赚钱，如果你们除了在投资股票，你们也在追求身心灵的成长。而其实更白话的是，当你在追求心灵的成长，最后会对你的外在的物质，好，包含我在讲健康，你不要上来，你下去。物质的健康，来，我讲句实话，我自己是个医生，对，当然医学很好，好，不要误会，许医师的诊所也有药师，也有开药。但是我现在讲重点，来，那个镜头追我一下哈。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一个人的身心主要健康，绝对不是建立在对医疗体系的依赖跟对医疗科技的依赖。如果你建立在那东西，你有温系耶，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一个人的主要健康绝对不是建立在你认识多少医生，医院的 ICU 为你留着床了没有。一个人的身心主要健康绝对是建立在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建立在对医疗的依赖上。
来，医疗是辅助我们的，就像 AI 一样，是你做主还是 AI 做主？是你做主。所以全世界的权威最后后来都会崩解。徐医师虽然是个医生，我也开诊所，但是我常告诉我的患者，你健康的主要力量来自你自己，来自你跟内在的连结，来自你身心灵的健康。如果一个人的健康主要是因为依赖权威体系，依赖外在的医疗体系，那当那个体系崩盘了，哇，那边吸对大卫皮。各位记不记得刚开始 COVID 来的时候，全世界都恐慌的要命，没有疫苗，没有药，死路一条。各位，来，我讲个笑话。当时徐是 FB 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希望把所有的口罩留给所有需要的人。那最后大家都有了，最后一个再留给我。记不记得徐医师发表过这篇文章？多豪气呀！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我的健不健康需要依赖那一片薄薄的口罩。各位，我根本没有恐慌，我根本没有恐慌。因为许医师一直认为，健康的主要的力量来自自己，而不是来自医疗体系。简单来讲，自我意识必须明白一个关键：你越依赖外面的权威系统，你越依赖算命的，越依赖权威给你答案，越依赖医疗保障你的健康，越依赖国家给你安全，你可以气候啦，你只有死路一条啦。来，我开个玩笑，到最后，国家是害你死的，还是保障你安全的？现在美国你看看，我相信有一大堆军人已经想从前线绕跑。我为什么要参与一个我不想参与的战争？我去打伊朗干什么？我有病啊！各位，你认为国家是保障你安全的吗？你有没有想过反向？也许国家才是让你危险的东西呀。对，赛知心法最后我回到今天的结论，你要学会使用 AI 来让你自己肯定自己的独一无二跟价值。最后你们都要透过对 AI 的使用，学会使用自己的潜意识，使用自己的内我意识，这就是佛法说的开悟的意思。Empower 听过没有 ？Empower 是什么？中文翻译叫赋权使能。透过这些东西，让你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让你觉得你自己是被支持的，你是被宇宙所爱跟支持的。Empower， 而这个自我意识它开始弹性扩展，跟谦卑跟感恩。原来它是被这么多的力量所支持的，所以整个 AI 时代会过渡到人类真正的心灵的时代。来，我再讲一遍，所有你们的安全感，所有你们的内在的匮乏，如果是建立在外在的基础，那么你终将崩溃。来，回到我讲身心灵的概念，第一个，虽然我是医生，但是我得告诉各位，你们的身心健康绝对不是依赖外在的医疗系统。万一医疗系统崩盘了呢？万一今天药进不了了呢？万一今天连医生本身都生病了呢？其实很多癌症病人都还活着，医生已经死了，你去找谁？各位，最后我们去回到我们心灵的力量，找到自己内在的安定力，你们才能真正的长治久安，好不好？好，那时间到了哈，来，最后还有一个那个广告啦，那个今年11月要去纽西兰，还有5个名额，跟着许医师一起去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好不好？刚才有人要报名了，在一个来，今年11月许医师亲自带队。好，我们出去玩都会有2天是上课，好，2天上许医师的课，好，回去就到纽西兰走一走，好，因为现在燃油费一直在上升了哈，但是机票但是那个团费已经定下来了，各位不用担心哈。所以今年11月还有5个名额。好，那我们今天讲座到这里等一下书那个没有带回去的等一下门口狗头铡伺候谁说慢性病不会好？第2集还有刚才的朱玛丽醒来了。好，谢谢各位。